高热受寒，左肩被旧伤被阴雨引动，又裂了一刀。咽下去，别吐。这一碗用了我半磅退热散，你敢吐，我还得重新配一碗。别急，药已经喝下去了。你底子不错，死不了。止血散只剩小半瓶，黄芪也不能再给了。醒了，热已经退下来了，伤口刚包好，先别乱动。昨夜是姑娘救了我。清创止血，退烧药2副，守夜1晚，棉被借你盖，一共3两。若你实在没钱，2两饭也行。3两？救命价，你这伤难治，不能再少了。姑娘叫什么？江小满。进京做什么？卖药方，买药种。若运气好，再找一间便宜铺子开药堂，不必很大，前面看病，后面晒药。若有一小块地能种药，再养只不挠人的猫，便最好了。若有人能给你一座药园，让你衣食无忧，再替你开一间药堂，你可愿帮他一个忙？犯法的不帮，害人的不帮，卖假药的更不帮。都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与我成亲。烧还没退干净，说胡话很正常。你再睡一会儿。我没有说胡话。你半夜倒在破庙里，差点烧死，醒来第一件事便向救命跟人求亲，你自己觉得正常吗？不正常，但我需要一桩婚事，10日之内。这是你家的饭牌？官牌。多大的官？当朝内阁首辅。首辅是管什么的？管朝政。哦，那也得喝药。你不怕我？你昨夜疼得抓破我一块袖子，我都没怕。现在能坐起来自己喝药了，我为什么要怕？不错，比山里那头不肯吃草药的牛听话。你拿我与牛比？那头牛后来好了。所以是在夸我？当然，你为什么非要在10日内成亲？宫中准备赐婚。你不喜欢那位姑娘，直接拒绝不就好了？从未见过，可皇命不能随口拒绝。所以你想赶在赐婚前先成亲，让他们没法再给你塞一个夫人？正是。为什么找我？你也不认识我。你救过我，与朝堂无关。昨夜若想害我，早动手了，不必浪费自己的药。那做你的假夫人要会什么？站在我身边，必要时牵手。你手太凉，牵一会儿倒也行。假成亲要多久？3个月。对外你是首辅夫人，私下分房而居，我不强迫你，也不限制你。3个月后，你若想走，我亲自送你离开。你府里有药园吗？有后院。能翻土？能。能养猫吗？能。饭管饱吗？1日3餐，不会短你。能吃热汤面吗？能。加鸡蛋？加。2个？可以。3个月到了，我若真的要走呢？去留随你。属下护卫不力，请大人责罚。昨夜追错方向，回府自领处分，值守之人全部降一等。吓到你了？有一点。你刚退热，发这么大火容易头晕。那我小声些。现在没有干净被子，不能换。兔子是丑了点儿，但暖和。不换。是。马车要铺软垫，备温水，路不能太多。照他说的办。是。现在可以给我答案了吗？这活儿能结，但我有条件。第一，药园归我管，种什么由我说了算。可以。第二，你归我管，喝药、吃饭、睡觉都得听医嘱。你犹豫了？没有，我答应。第三，不同房，不许强迫我做不愿意的事。第四，3个月一到，我想走便走。可以。昨夜诊金另算3两，不许混进月钱。不混。那月钱多少？你想要多少？20两。嗯。这里写的是200两，我说的是20两。京城物价贵，1斤好当归够你在山里买一筐，你还要买药种、置办诊具，20两不够。那也不用200两吧？写都写了。还缺一句，你亲手写，去留随你。入城后备简礼，
补录婚籍，今日在场之人，守住3月之约。真要把名字写在一起？对外必须是真夫妻。3月后若你要走，我会替你办好和离。那我以后就是首府夫人了，除了牵手还要做什么？暂时不用做别的。那还好，我第一次做太复杂的不会。说定了，你气血亏得厉害，回府后要慢慢补。我以为从今日起，我是你的丈夫。假丈夫，伤却是真的，所以你首先是病人。这垫子又软又平，铺开晒药正合适。你在想如何把熟夫妇的马车拆成晒药架？只是说尺寸合适，真的很合适。京城铺子都这么贵吗？贵。难怪你给200两。京城果然处处花钱。恭迎夫人。药源在哪里？他想看哪里，便带他看哪里。太硬，排水也不好。土看完了，该看你了。先喝药。舌头伸出来。你舌苔什么颜色我都不知道，这药不是白喝了。张嘴。舌淡苔白，脾胃熏寒，还有瘀滞。平日是不是又不吃早饭？公务繁忙，再忙也要吃。你这病比我想的还麻烦。这块石头得挪。夫人，这是陛下全年赐下的景石。御赐的石头会晒太阳吗？它不会，药草会。石头压着土，水排不出去，白芷会烂根，牡丹根下有霉气，也得挪。搬去侧园可行？只要别挡光，放哪里都行。那便搬。东边种半夏和薄荷，南面种白芷，书房窗下留山神草。给我种的。你半夜头疼又失眠，当然要种。这里是风口，回房躺着。3刻之后让他休息。不用你管，我身体好。病人不能逞强，大夫也不能。学得倒快。夫人，这是大人备下的。这匣子好，铺着丝绒，放药丸不容易受潮。这个能蹲下挖土吗？自然能，只是沾了泥未免可惜。衣裳脏了能洗，药根烂了便救不回来。京城的规矩比药方难背多了。夫人不急，奴婢以后慢慢提醒您。你先活，活了再给你添邻居。谁准你动我的茶？大夫不准的。这是首府书房，也是病人的书房。倒掉，换温水。手。我还有折子。手伸出来，不耽误你看。脉象沉涩，气血两亏，心火也旺。你是不是已经好几夜没睡踏实了？睡不着。睡不着还喝热茶，难怪越熬越清醒。空腹办公，容茶提神，带伤熬夜。你是觉得命太长？朝中事务繁多，纸又不会长腿跑掉。急务会误事。真有急务可以晚半个时辰，但必须先吃饭，之后少睡的时辰，第2日补回来。若我不守，要加苦。双倍。你若想试，也可以双倍。贴正一点。这样可以，你答应了。养胃丸，饭前2粒。若有人请你喝冬茶烈酒，你就说大夫不许。若满朝文武知道我用这句话挡酒，会如何？那便让笑你的人也来喝药。总喝酒，脾胃多半都不好。答应。我说加2个鸡蛋，是一共2个，不是每晚2个。首府府不缺鸡蛋，不是说我气血两缺。那今日可以吃，但有钱也不能乱放，明日不许仗着府里有钱又多放2个。好。夫人，奴婢不饿，您吃便是。你每顿都说饱，难怪胃不好。再吃3口。夫人给你的，拿着。这些人都要记？只记几位，明日我教你。这册子怎么只写官职，不写他们有什么救急？宫里的人也会生病吧？进宫后见人先行礼，不要先问舌苔，也不要当众替人把脉。京城看病真麻烦，宫宴要喝酒，例行礼节。你不能喝。宫宴管饭吗？管。那便好。你们是陆大人的同窗吗？你左边头疼，浓茶喝多了，
觉也睡得少。夫人，下官是来议。既然是同窗，便帮我劝劝陆晨，不要总留他熬夜，也别一谈事便忘了饭点。夫人误会，我等并非大人同窗，那是同僚。正是。同僚更应该互相照顾，不能谈太久。午饭还没吃。进来，半个时辰。青州报9万丈入库，水路只运6万3，3万丈加额。钱大人查了多久？半月前已经派人。青州至上经8日，半月没有回放，是路上出了事，还是人根本没去？西水码头去年刚修，你们一个说水路运粮，一个说迂回官道，2份折子为何对不上？3日内给我实数，对不上，名单与折子一定送御前。训完了吗？完了。那该吃饭了。你们以后有事尽量白日来，他旧伤没好，晚上不能总留他。大人不是脾气变好了，是只对夫人没脾气。亥时了。阿福，明日把后院空地腾出来，照夫人的意思整。先别急着翻土，我要亲自看过哪里能种药，哪里该流水。好，明日等你看。3年来第一个旱时，等细了。昨夜说好让我先看，这里的土发黑又发虚，底下怕是空的，得挖开看看。我只挖了1锄，不是我力气大，是它原本变空了，旧渠堵了很多年，雨水进得来出不去，难怪这一带土总发黑。脚伤着没有？只是拔不出来了。我的鞋。这里背阴种半夏和薄荷，南面日头族种白芷、黄芪，旧渠清出来，从这里引水到墙根排水口，雨天排涝，旱时浇药。这里是什么？给你种的，你半夜头疼睡不着，推窗便能闻到药香。请工匠验渠，能走通，便按夫人的图改。那块御赐太湖石也要挪，它挡光，也压着水口。挪去侧园高台。旧渠塌空了大半，若不是夫人今日挖开，入夏大雨，多半会倒灌进书房。烂掉的剪去，草木灰薄秃一片。照夫人说的办。我的字有那么难认吗？安神草旁边写的是3日交一次，还是3月交一次？3日，这个字哪里像月？你还没吃早饭，渠会等你，喂不会？知道了。谢谢年今日没生气，挖坏你家院子，还让你替我捞鞋。旧渠本就该修。大人，安宁郡主递了拜帖，说明日登门，要亲眼看看抢在赐婚前出现的首府夫人。郡主是病人吗？未必。那明日多备一副安神药，根要朝下，你这样长会把自己累死的。你就是江小马，你就是安宁郡主。你是病人吗？我今日是来看看抢在赐婚前出现的首府夫人，那便是病人。你常头痛，右边疼得多，夜里也睡不好，眼线发青，眼白有血丝。看账册的人不会这样偷偷摸摸，多半看话本。坐，我不是来看病的，病不分来意。你先把手给我，话可以慢慢说。熬夜吃辣，心气不舒，全占了，难怪头疼，就是总生气。阿桃，取沟通白芍，再加一点菊花。是。我来是想问你与陆晨怎么认识的？我在破庙捡到他，病得快死了，我把他救醒，他便要娶我。就这样，他有药源，管饭，月钱给的足。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？官很大，胃不好，觉也少，发火时气血倒是很足。趁热喝，凉了更苦。我还没问完，药也不会等你问完。7日内不许吃辣，亥时前睡觉，画补白日看，不能藏在被里。你不怕我？我今日若真是来找你麻烦的呢？你昨夜没睡好，早上又没吃多少，真吵起来未必吵得过我。你倒不是傻，只是想的东西和别人不一样。祖母也这样说，我只在该聪明的地方聪明。药喝完了。怎么，陆大人怕我欺负你夫人？他不会被你欺负。他平日也总这副冷脸，不是冷脸，他只是觉睡得少，头又疼，没有多余力气笑。以后我来找你看病，不许收诊金。可以，但你必须按时喝药。陆晨待你好不好？他肯挪太湖时让我改药谱，
也肯按时吃饭喝药。昨日还替我捞了鞋。他替你捞鞋？鞋陷进泥里了，那还算顺眼。我本来只是想看看，能让陆晨赶在赐婚前亲自求娶的人究竟是什么样。如今看过了，还算顺眼。你还头疼吗？喝了你的药，暂时不疼了。明日宫宴不止吃饭，宫宴不吃饭还做什么？看人，看你和陆晨像不像真夫妻。像夫妻要做什么？他若牵你的手，你别躲。有人问话，你们彼此帮一句，其余的照你平日待他的样子便好。他们为什么要质疑陆晨？因为从前没人信陆晨这样的人会真心娶一个姑娘回府。若我躲了，他会很麻烦吗？会。那些人会觉得这桩婚事不真，又拿赐婚和规矩去烦他。那我不能躲。旁人若说你配不上他，你也不必急着回。陆晨亲自带你进宫，便是告诉所有人你是他认下的人。那我也得认下他才行，对吗？你倒是比我想的明白。明日若有人欺负你，我帮你骂，但陆晨的手你自己牵稳。进。陆晨，明日他们要看我们像不像夫妻，那我们今晚是不是该先练一练？明日宫宴他们会盯着我们，看我们像不像真夫妻，对吧？对。那要怎么演？牵手即可。你握得像在签契书，手只要松一些，也不能直盯着我。你方才的眼神像在审犯人。那该怎么看？看得温和一点，像这样。勉强合格。紫衣的是安王，玄清的是镇国公，明黄的是陛下，对吗？衣裳可以换。那便等他们开口，我再认。入宫后跟在我身侧，不必主动与人攀谈，有人问话，照实回答即可。也不能替人诊脉，除非对方主动求诊。若有人当场晕倒呢？那便救人。宫里的规矩总算还有讲道理的地方。若陛下问我为什么嫁你，该怎么答？说你病得厉害，又正好需要成亲。说我开口求娶，你答应了，其余的不必解释。那我再告诉他，你现在已经肯按时吃饭，病情有所好转。不必向陛下报我的病案。忍通能清热解毒，这个花样选得好。随手挑的，从10几种花样里挑了半个时辰。礼仪加了？加了。空腹进宫，看着一桌冷菜不能吃，你的胃又要疼。喝完才能出门。知道了。还要练？不熟。牵手不是这样。我是在给你暖手。到了宫里还这么凉，旁人一看便知你没好好养病。不会有人摸我。我不是人吗？手指放松，眼神温和。记得。陛下，首辅大人牵着夫人入殿了。陆卿今日倒比往常多了几分耐心。内子初次入宫，臣理当照看。他方才还紧张呢，现下总算好些了。坐吧。那位大人头疼，宫宴上不便诊脉。我只看看。眼下凤清按得又重，多半是昨夜没睡好，今日还拿罗茶提参，越喝越疼。大人昨夜是不是熬夜了？夫人如何得知？都写在脸上了。今晚少看文书，睡前热水泡脚，别再喝浓茶。左边那位一直咳，像是受了风寒。安王眼白发黄，近日大概吃得太油。还有镇国公，先吃东西，再看下去，这场宫宴便要成一诊了。陆首府近来劳苦，本王敬你一杯。多谢王爷。你胃急胃郁，沾酒容易疼。方才那碗养胃药不是让你拿来挡酒的。记住，江氏，朕听闻你二人成婚仓促，你为何愿意嫁给陆清？他有药源，还肯听医嘱，让他亥时睡，他大多会睡；让他喝药，虽然嫌苦，也会喝完。这样的病人不多见。原来陆清在夫人眼中只是个听话的病人，也不算很听话，只是比刚开始时好养活多了。夫人年纪轻，莫不是被一点好处哄住了？他没有哄，成亲前答应我的事都写进契书里了。陆晨虽不爱喝药，脾气也冷，可答应过的事从不反悔。他是个守信的人。夫人初到京城，怕是不懂这里的规矩吧？你说的是哪条规矩？命氏赴宴皆有礼数，夫人当众问诊，替首府挡酒，岂不叫人笑话首府娶了个乡野村妇？首府府何等门第，夫人赴宫宴只带一支素簪，也太简薄了。这是陆晨送的，忍冬清热解毒，簪子又轻。你们头上的金钗太重，回去最好热敷一会儿。我只是提醒夫人，首府府的体面不是谁都担得起。
我替人看病是因为他难受，我不让夫君喝酒是因为他胃疼，簪子是他送的。你若只是嫌我出身，不必绕这么多规矩。我从山里来，这件事我自己知道。我夫人想坐哪里便坐哪里。臣女只是好意提醒夫人几句规矩。拦住客人挑剔出身，见是国公府的规矩。当面遭讽旁人穿戴，我郡主府教失礼。国公府另有何种称呼？他方才是不是嫌我穷？是。他又不养我，嫌也没用。你平日很少笑，忽然反常，多半是气血上涌。先吃一粒。江小马，他分明是被你逗笑的。我有什么好笑？这要问你自己。他们说你娶错了人，小马立即替你辩解。陆大人怎么谢？我没替他辩解，陆晨本来就没娶错，他需要大夫，我正好会治病。没有娶错。他特意拦住我，只为说我不懂规矩。京城的人是不是太闲了？他背后是国公府，今儿的事未必就这么过去。那便等他下次来。我看他唇色偏淡，脾胃不好，气性又大，更该调理。若他们继续说你配不上首府府呢？契书是我们两个签的，又不是他们签的，配不配当然也是我们说了算。而且他们也不了解你，他们只知道你官大脾气冷，不知道你会按时吃药，还肯替人捞鞋。他们说你不好，我也不会信。礼部也是为首府府体面着想，夫人初来京城，若请宫中女官教导一二，往后自然不会再惹议论。大人可要送去内院？不必，我夫人的事不劳费心。大人昨夜把礼部的帖子退了，灯虽按时熄了，可阿福说大人脸色一直不好，替人出头最容易憋着气，他又不爱说，闷久了伤肝伤胃。等了多久？不久。先吃粥，再吃药，这3粒今晚都要吃完。我没有生气。越说没事的人，越容易把自己憋坏。你替我退帖子，却把火气全留给自己，胃经和肝经都受不住。你不问帖子上写了什么？无非又说我不懂规矩，我又不会少块肉。可你若为这些话犯旧疾，会疼。睡前1粒，夜里若醒了再吃1粒。他们没资格说你。那更不该为没资格的人生气。你把帖子挡回去了，安妮也帮我骂了人，我今日还吃了宫里的鱼，怎么算都没吃亏。你算得倒清楚。祖母说，想不明白的事就算一算，若吃饱了睡好了，没有人生病，便不值得生气。夫人要不要拆了重缝？不用，药方没有错，耳朵歪一些不影响安神。大人若嫌它不好看呢？那便藏在袖子里，只要肯带着，放在哪里都一样。若不好看，你藏在袖子里也行。不藏。头疼时闻一闻，3日后我给你换药。好。北境粮仓调拨共计6万担，账册里有2处亏空，限你户部5日内核清。臣遵命。陆青，夫人的手艺倒是别致，收了便罢，何必还挂来上朝？内子说此物可安神静脑，他亲手所制，臣不敢辜负医嘱。退朝。听说连陛下都问了，户部尚书多看2眼，报数都差点搞错。真的全看见了？那兔子耳朵一高一低，岂不是连累他被人笑话？谁敢笑大人？奴婢倒觉得大人像是很喜欢。药囊本来是给他安神的，若反倒害旁人分神看他，便是我的不是了。还是得再缝一只，至少耳朵不能一眼就看出来是歪的。我重新缝一只好看的给你。药效尚在，为何要摘？可是它太丑了，他们会看。他们看他们的，不妨碍疗效。你很喜欢兔子？不喜欢。那为何不让我拿？这是药，病人不能随意停药。那便仔细些，别让它沾水，也别拿它挡着不喝药。这回能用3日，3日后我来换。3日后你若忙呢？再忙也要换药。你是我的病人，这是正事。好。你没吃饭？大人回来便看赈粮账表，奴才催过2次，大人都说稍后。稍后到饭都凉了，你这样饥一顿饱一顿，胃只会越来越疼。赈粮事急。
粮道断了还能修，胃坏了怎么修？若我正在议事呢？议事可以议完了再吃，胃疼起来不会等你。真急的事儿可以急，不能把桩桩项项都当成急症。从今日起，5时一到，书房也要停下用饭，谁都不许替陆深瞒着，更不许由着他空着肚子看折子。若大人不肯出来呢？一直敲门，谁替他瞒着，谁便陪他喝一碗黄连汤。夫人放心，老奴一定按时提醒大人，往后午膳仍朝教例送到书房吗？他一边看折子一边吃，2口便说饱了。饭要在饭厅吃，粥要趁热，菜不能放凉。是，大人，夫人说，若您不去饭厅，他便亲自端黄连汤过来。今日先到这里。前3口慢些喝，胃还没醒。这山药健脾，青菜也清火。大人从前午膳最多用半碗，今日倒是全吃完了。今日的粥尚可。大人说，夫人自己的规矩，夫人也要守。夫人若不吃，晚上的蜜饯便少1颗。他还会反过来管我，拿蜜饯管大夫，不讲道理。他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？大人昨日见夫人加了2次，病人开始留心大夫吃什么，这是病情好转的征兆。京城药材太贵了，今日买原纸竟比山里贵3倍。以后若真开药堂，光常用药便要攒许久。这么多药，他是病得多重才要囤1整车？哪里不舒服？是胃疼还是旧伤近日总发作？都没有。没有大病，为什么一次买这么多？给你的。你不是说京城药材太贵，以后开药堂总要备些常用药，这些先放着。这家药行肯便宜2成？大人让3家药行互相比过价，最后选的这家成色最好。昨夜做的。灯是按时熄了。灯熄了不等于人睡了。送我药材却拿自己的轿来换，这也不算听话。以后不会。这些太贵了。首夫妇常年采买，买得起。买得起也不能乱花。不是乱花。你不是想开药堂吗？这些都用得上。我能替你做什么？按时吃饭。就这个？你一忙起来也会忘。你若病了，谁替我换药？好，我以后按时吃饭，也把你列为药堂第1位长期病人。你的脉我定期诊，药也亲自配，不收诊金。都依你。原纸放阴凉处，黄芪不能受潮，白芷要单独封好。这些架子也要算钱。记在诊金里。慢慢算。夫人，大人旧伤犯了。阴雨天最伤救急，你还坐在风口，是嫌自己好得太快？折子今日必须回。趁热喝。不喝，折子看完便喝。你旧伤又发作了，肩背绷成这样，再写半个时辰，明日连笔都握不稳。药都凉了，药效要折1半。北境镇粮拖不得。镇粮拖不得，你的胃也拖不得，旧伤更拖不得。身上有这么多拖不得的事，你偏先顾那件不会疼的。大人，折子要紧，身子也要紧，不如先把药。喝药。张嘴。不必。胃不好的人不能总逞强，药都喝了，吃颗蜜饯还不肯。今日肯1口喝完，比刚才听话些。你耳后怎么忽然这样烫？将小瓦离远一点。不夺近些怎么诊？虽然没有发热，今夜也不能再吹风熬夜。这行可以不记。病症不能漏记。那不是病。不是病，为何会热？还没批完。明日再批。镇凉。你养足精神，明日才办得更快。今日你要么自己回床上，要么我叫阿福把你抬过去。我自己走。慢点儿，刚才还说笔都握不稳，还逞什么强？这是3年前留下的伤。怎么伤的？就是。今晚不许回书房，折子先扣在我这里。连首府的折子也敢扣，你胆子越来越大了。我扣的是病人的折子，等病好了自然还你。怎么了？别走。陆晨，睡着了还不肯放人，抓着吧。睡着的时候比醒着听话多了。是。
是我逾矩了。脉平多了，伤口还疼不疼？轻了，你服了一夜，肩膀疼不疼？大夫身体好，不疼。哎去，你着凉了，只进了一点风，喝碗姜汤便好。你守着我养病，自己却先病了。伤口才稳一点，不许下床。去熬姜汤，多放红糖，少放姜。多放红糖还叫什么姜汤？你怕辣？我不怕。昨夜是谁给药后偷偷塞了蜜饯？病人喝苦药要有蜜饯，大夫喝姜汤不一样。在首府府，大夫也该听病人一回。午时再喝一副药。还有，睡着以后不许抓人袭袖，我胳膊都麻了。他房里的被褥够不够厚？同平常客院一样，铺一床盖一床。城西绸缎铺的丝棉被，各色厚薄都送一份来。都是给我的，大人怕夫人受寒，把4季能用的都买齐了。我只有一个人，又没长10张床。这些分给夜里值守的护卫和丫鬟，他们在廊下当差，比我更冷。这是大人特意送给夫人的，分出去会不会……好被子堆着才浪费。若他问，就说这副药下得太重，得分着服。被子不合意？合意。可我一夜盖不了10床，你会一顿喝10碗药吗？不会。我知道你怕我夜里冷，留一床最厚的便够了，余下的给更冷的人盖也不算浪费。角炉送来。角炉也要记账？只送一个。我想看府里的采买账册。为何？你买药按车买，买被子按10床买，角炉也挑最贵的。再这样下去，金山也要被你搬空。首府府还没到这个地步，没到也不能浪费。把近半年的采买册送去夫人房中。你这么放心让我看？府里的账本就该夫人管。此处朝南，风也通，晒药最合适。你不是一直想要晒药房吗？这是给我的。先看看合不合用，不合适便不用。合用，很合用。2间屋也好，一间放干药，一间收生药，不会串味。原是闲院，我让人先做了些底子，合用便改成晒药房。大人原先吩咐药柜用楠木，耐用也体面。不要楠木，木香太重，容易串进药材。松木便好，刷一层桐油，等气味散尽再打柜。可松木不够贵重，药材不生虫不受潮，才叫贵重。换松木。你若不在，他们也会听我的吗？在这间晒药房里，你说的便是规矩。这些都要花钱，你怎么什么都答应？你想要的从来不贵。药价确实比珠宝有用。这是第几轮高兴了？第3轮。第1次是看见院子，第2次是想着怎么改，现在是它真的能用了。这一筛放高处。你今日倒很听话。诊金已经付了，总要让大夫满意。一座院子的诊金太高，我得给你看多久才还得清？那你准备如何抵？至少看到你不再熬夜，不再饿着肚子办公，也不再阴雨天忍着旧伤。这些都改了呢。那便看到你会照顾自己。你这身病拖了3年，急不得，慢慢看。以后这院子归我管，进门要净手，不许带酒器，也不许把折子带进来。为何不能带折子？你一批折子便忘饭点，忘饭点便胃疼，最后还是我熬药。陛下3日后召首府与夫人入宫。陛下问什么，你都不必慌，我来打。你才该稳一稳。从早上起便绷着脸，耳根也有些红，那个查不出病因的毛病又犯了。我没有紧张。紧张的人都说自己不紧张。今日只是回话也要签。宫门前人多，那你手指放松些，果然还是紧张。你2人在破庙如何相识？那元雨很大，他烧的人事不省，旧伤也裂了。我替他止血喂药，又怕他冻着，便用兔子被把人裹起来了。陆青当时便裹着一条兔子被。被子虽然旧，挡风便好，病得那样重，身份再高也不能当被子盖。耳根又热了，要不要吃安神丸？不必积极卖安。病重不能漏。你当时若知道他是首府，还敢硬为他喝药？敢。病人不肯喝药，大夫便得想办法。纵是首府病重不治，也不会比旁人多一条命。这话虽然大胆，却有几分道理。
后来发现他虽然不爱喝药，总想熬夜，可答应过的事儿全都记得。他是个守信的人。首府夫人年纪尚轻，任由他把花园改成药铺，日后外人只怕要议论首府府失了体统。我种药是为了给他煮药，管他吃饭是怕他胃疼。他从前饭点不定，夜里也不睡，旧伤一到阴雨天便疼。我若看着这些还不管，才不像个大夫。若这样也算不合规矩，那我确实不太懂。首府大人，夫人毕竟年少，不知轻重。他知轻重，府中拾起居本就由他做主，他定的规矩我会守。方才在殿外站久了，回去要加一副温经伞。听江大夫的。既是两厢情愿，朕便不再多问。已经没人看了。宫中到处都是人。陆晨，你看，若在这里开药堂，连病人的次色都看得清。若真能在这里开一间药堂便好了。陆晨，就是昨儿那间，门朝南，里头宽，摆药柜枕台，再留个煎药的地方，正合适。门槛不能高，老人抬脚不方便。窗边放2张长凳，等诊的人也能坐。后院呢？有水井最好，没有也不妨，让府里送水来。隔壁是器具铺，去挑一挑。开药堂总要备诊具。这间铺子今日办妥，地契写江小满。我只是看了几眼，没有说要买。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买下来？那车药材总要有地方安置。你想开药堂便开，暂时不想开，也能先做药材库。地契为何只写我的名字？药堂是你的，铺子也该是你的。可银子是你出的。先记着账，药堂赚了，再慢慢还。3个月后，我若还在京城，便接着替你看病；若要回山，也会把药方和忌口写清，不叫你白花银子。你倒替我想的周全。买卖便该算清楚。好，这桩买卖我应了。但你来看病也得排队。首府也排。进了药堂，便只有病人，不用首府。那我排江大夫的第1张诊牌。济世堂太张扬，仁心堂又太老气。小满小满，小小的圆满便足够了。药柜上面放贵重药，下面放常用药，最底下一格留给蜜饯。药柜还要放蜜饯？孩子怕苦，喝完药给1颗，下次才肯再来。枕台靠窗，看病人气色才不会错。你别只站着，替我扶一下尺子。这样。对，别动。还缺一块匾，你替我写吧。我的字。你的字端正，旁人都认得，挂在门上，病人不容易走错。有点凶，可好看。要重写？不用，白纸归这里，黄旗放高些，薄荷单独一格，免得串位。为何不按价钱分？大夫抓药先看药性，不先看贵重。救命的药，便宜也不能放远。先吃了再忙。他们也忙了半晌。他们已经有了，你自己立的饭点规矩，倒先忘了。我只是忙忘了。甜的。少放了糖。笑什么？我在看诊台摆正了没有？看得很高兴。谢谢你替我备了铺子、药材，还有这块匾。不必谢，你高兴比道谢有用。那我今日很高兴。看出来了。那你更要按时喝药。一个小姑娘也敢在安仁坊独自开堂坐诊，哼！明日老夫倒要瞧瞧，这药堂凭什么立得住？有药会名帖，也敢独自坐堂？唐掌柜若不是来看病，先坐下喝口茶。药会验师承、药材账目与坐堂年限，你可一样齐全？祖母行医40年，我跟他学了15年。柜里的药和账册，你也能验。坐堂年限呢？今日是第1日，留3日。药会若要验本事，便看我能不能治好走进这扇门的病人。大夫，救救我家孩子！放到枕台上，先别晃他。烧了多久？吃过什么药？这2日吃了什么？腹中可胀。烧了2日，只吃过退烧药，今日不肯吃饭，一直喊肚子疼。不只是外展发热，还有金石壅在里头，表热压住了里热没清，烧才反复。阿桃，按小儿退热通腑的方子备药，用量我来斟酌。又清热又通腹，下得这样急。孩子脉象尚稳，用量按小儿斟酌，不会冒进。拖得越久，里热越难退。唐掌柜若觉得不妥，可以指出来。老夫留下看着。第1碗药只能先稳住，今夜还可能反复，若有抽动或呼吸更急，立刻叫我。孩子今夜得留在这里，我守着。你也熬了1天，大人先倒下，谁照顾孩子？热势缓了些，可还没完全过去，所以今夜不能松懈。阿桃，灯挪近些，唐掌柜护住孩子，别让他碰到桌沿。好。
娘在。热势已退，脉象平和。昨夜的方子不必改。昨日是老夫言语冒犯，你的本事老夫认。唐掌柜只是怕庸医害人，谨慎是好事，我不会生气。明帖之事，老夫回药会重新议。药堂缺什么规矩，老夫列给你。好，我一样一样补。他昨夜一口饭也没吃，只喝了半碗粥。急诊留下，寻常问诊发号牌，让他歇2个时辰。抱孩子的先坐，腿脚不便的老人往前，咳得厉害的别挤到发热病人旁边。来得正好，帮我发号牌。先擦墨。进去看诊，这里交给我。首府大人，今日只替夫人帮手，拿好，别挡后面。送进去，先看。大人说，夫人若不喝，门外便暂停发牌。还有病人等着。他们已有号牌，等得起片刻。吃饭。还有药材没收。药材不会跑，先吃3口。你自己吃了吗？吃了。骗人！你从夏朝便站在门外，什么时候吃的？先管好自己。酸不酸？不酸。答得太快，便是骗人。回府热敷，明日若还来，必须带椅子。好。堂堂首府夫人，日日在市井坐诊，传出去未免不大体面。家里人生病时，几位夫人不也要请大夫？男子行医与你不同，你每日接触外男，总归不妥。这里有老人、孩子和妇人，病人便是病人，为什么还要分男女？你如今是首府夫人，首府夫人也能是大夫。我会看病，病人来了便该看病。为了几文诊金，日日守在窄巷里，未免寒酸。诊金是病人看病给的，不偷不抢。陆晨给我铺子是让我开药堂，不是叫我把医术藏起来。我夫人在自家药馆看诊，不劳旁人操心。首府府的体面，也不拿她的医术来换。你散朝后又没吃东西？吃过了。哼，你今日说谎也太快。阿桃，把温着的山药粥端来。我们今日来也确实有些不适啊，原来是来看诊的。一人一张号牌，前面还有2位老人先到。胃火偏旺，常食甜腻，夜里用点心，又总生气，才会口苦疮心，睡不安稳。没有不苦的方子，甜的叫点心，不叫药，喝3日便会舒服些。他们方才是不是嫌我给你丢脸？是。可你天天来，也没觉得丢脸。我以你为荣。为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救人时，我觉得很好。后腿伤得厉害，府里不养猫，不养也得先把腿接好，伤好了再替他找去处。上车。先叫你离麦，等腿好了再给你找去处。真乖，比有些不肯喝药的人省心多了。你若是在说我，我听得见。听得见便好，明早的药不许少一口。谁放的？大人说做晒药架剩了些料，扔了可惜，顺手做了一个。晒药架剩的是松木，这猫窝分明是柳条编的。不是说府里不养吗？只养到它伤好，总不能一直睡在柴堆边。顺手做的猫窝也会改3回尺寸吗？小的去看看大人的药签好了没有。药好了就得喝，伤口没有渗血，今日能多走2步了。我知道他为什么总往你身上靠。为何？你外袍熏的是安神香，袖口有药气，手上还有我做的药膏味，他闻见这些便知道有人会照看他。我看病人本来便要仔细。你今日脸色也不好，等我收完药一起回府喝粥。狸猫睡了。睡了。腿伤的人不能总品强，累了便该歇着。这话是在说他，还是在说我？2个都算。今日倒听话。我一向听话。你是疼了不说，饿了不说，累了也不说，我得多看2眼，才知道该给你什么药。那你多看几眼。先把粥喝完，亥时之前睡觉。遵医嘱。
夫人今日心情很好。她今日居然记得我没吃饭，等她回来把安神香换进去。今日看着还是没睡够。夫人，码头有人摔伤手臂，已经送去药堂了。备车去药堂。咬住，别乱使力，会疼一下，很快变好。真的接回去了？只是复位，还要固定半月，不能提重物，不能骑马。夜里肿得厉害便冷敷，不许揉。江大夫的手真稳，稳是因为骨头刚接好，不能乱碰。明日来换夹板，若发热或整痛加重，立刻让人来叫我。这一夜很难吗？不难。那便让写折子的人下回写清楚些，总皱眉容易头疼。趁热喝，今晚手臂垫高些，别压着。肝脉偏弦，气机不畅。你今日生气了？没有。那便是自己闷着生气，得喝清火汤。不喝。为什么？病因不在肝火。那在哪里？陪我回府好不好？药堂还没收拾完。我在外上等你，要我回去便喝。明明不舒服，还非得让我陪着才肯喝。这个病人果然比猫还难养。你当真不知道我为何不高兴？说好的回府便喝，一滴也不能剩。方才那名年轻伤患，你待他很耐心。他伤得急，自然要太心。我看见你为旁人那样费心，心里不大舒服。那你该早点说，闷着生气最伤肝胃。先把药喝了。好，明日我若得空，去接你。可以，但先记得吃午饭。药堂今日忙不忙？回大人，申氏还有几位病人？大人午后便回来了，一直在书房。今日问了4回，您回来没有？既然早回来，为何不去药堂？昨日的清火汤没加注，糖膏留给他垫肚子，先温粥再煎药，先吃2块膏，再喝第2剂药。空腹喝黄连，胃会不舒服。你下朝便回来，又坐在这里生闷气，可见火气比昨日更重。我知道昨日那人伤得急，也知道你不能不管他，可我还是不喜欢你替旁人那样费心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带别的病人和带你一样，旁人复诊几次便完？你旧伤、失眠、胃不好，吃饭睡觉都得我盯着。旁人的方子收进医案，你的脉象我睡前还要过一遍。天冷时，我先想你旧伤会不会疼，药囊给你缝，安香替你配，我花在你身上的心思比所有病人加起来还多。喝完，明日我去接你。先吃午饭，再空腹来，和狸猫一起蹲门外吃。宫里送来花朝宴请帖，这宴我去。你不是不喜欢宫宴？你胃不好，旧伤未愈，宴上有酒，我不跟着，谁替你挡酒？夫人今日是赴宴，不是坐堂，宴上会饮酒，比坐堂更难办。病人看见药还知道怕，劝酒的人未必听话。我不喝便是。你昨日也说自己没有肝火，你今日倒听话，出门前便知道照看药囊。我照看的本就是你。都一样，药囊丢了，我也会难过。含着这粒护胃丸，半个时辰后再用点心。江大夫今日看得很严，宴席上的病人最会阳奉阴违，自然要看严些。下官敬大人一杯，足职之事还望大人宽宥。刑部依律处置，与今日宴饮无关。太烈，不能喝。你答应过我的。首府大人原来也惧内。他不是怕我，是答应了便会做到。胃不好的人听大夫的话不丢人，守信用也不是笑话。陆卿既遵医嘱，诸位便莫再灌酒。今日赏花不必非喝得东倒西歪才算尽兴。谢陛下体恤。听说夫人迟早要回云岚山。到那时，首府大人还会留你吗？今日请诸位赏花，不是替首府府安排家事。没关系，他问的不难，回不回山要等我自己想好。陆晨答应过，去留随我。你不怕他另娶一位门当户对的夫人？娶谁是他的终身大事，该由他自己想清楚。我不能因为怕他娶别人，便把他捆在药堂里。他不是一件药材，谁先看见便归谁。他连不想喝的药都敢倒，更不会因为旁人催促便娶妻。你想惯首府府的富贵，真舍得回山里种药？山里有祖母留给我的药田，也有许多京城种不活的药草。京中有些人说话爱拐弯，听多了头疼，那便少听。这些花能做药枕，添些合欢皮，安神助眠。给陆晨做，他近来总睡得不安稳。你真舍得回山里种药？陆相，北郊春耕之事，照旧例办。午膳吃了多少？胸口闷不闷？旧伤疼不疼？一碗饭都不疼。既然哪里都不难受，
为什么一路不说话？这些花为何带回府？晒干后做成药枕，给你安神。你近日虽然按时睡，夜里还是容易醒。玫瑰天合欢皮应当有用。回山以后，也会替我做吗？药枕能用很久。我在想一件事，3个月后，你真的会走吗？你今日总发呆，不会当真得了相思病吧？若是呢？那要先找出撕的是谁，对方若也惦记你，见一面便好；若不惦记，只能少想多睡。江大夫似乎很有经验。医书上写的，我又没有相思过。你有没有想过留下？我不知道，我想回山看看，也舍不得药堂。可若真的离开，我会惦记你有没有喝药、吃饭，夜里睡不睡得着，也会想知道你今日高不高兴。不知道也无非。你不催我，剩下的日子你慢慢想，我会等。他若等不到药，会不会又借机少喝一顿？夫人担心大人，大人说不定也正担心夫人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陆相未时末便到了，怕扰夫人看诊，在檐下等了快1个时辰。雨这样大，为什么不进来？老人病情急，你正在诊脉，我进去你会分心。我来接你回家。手这么凉，还站着做什么？进来坐。病人的脉又不会被你吓跑。喝完才回府。回府再喝。你已经淋湿了，现在喝。你若明日发热，我便把今晚全寄进医案里。给谁留的？给你，证明你是我见过最不听话的病人。1碗足够。淋雨的人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。下次再这样，我便让阿桃在门口立块牌子。什么牌子？等夫人者必须进屋，伞称正。陆华，看脚下。伞再歪下去，你半边肩背都要湿透，这样便够了，2个人都淋不到。说了2个人一起躲，你怎么又挡？风从我这边来。旧伤牵着没有？没有。下次撑伞也要撑正。你总说无碍，风寒可不会因你是首府便绕着走。下次不会让你一个人收诊到这么晚。头发还滴水，先喝姜茶，再把头发擦干，不许湿着睡。一会儿便干了。还说无碍？只是闻到姜味。姜不会让人打喷嚏。你也淋了雨。我只湿了鞋尖，托陆大人的福。今晚窗户关严，汤火子放脚边，半夜发冷，立刻让阿福叫我。江大夫，别动，你发热了。只是低热，今日还有早朝。此处谁是大夫？昨夜淋雨受寒，旧伤也发紧。今日不许上朝，不许看折子，更不许下床。药堂怎么办？午后再去，先把你这位难养病人治好。怕江大夫趁我病着，把书房折子全搬空。你不听话，我连书案一下搬走。昨夜让你擦头发，原来只擦了外面。我自己来。一只手喝药，一只手擦头发，药总会洒在被子上。先喝，一滴不许剩。这次不是哄猫，是奖励肯喝药的病人。放松些，我又不会扯疼你。你头发这样密，难怪自己擦不仔细。肩颈总发紧，也有这个缘故。等退热后，我给你按一按。好。耳朵怎么忽然这样烫？低热又生了？没有。花宴上的玫瑰我烘干了，配了合欢皮，夜里枕着能安神助眠。不许嫌花气重，你睡不安稳，正适合用。午后也要睡。我回来发现折子动过，明日药里便加黄连。这是威胁？是医嘱。我只看配方，不抢你的枕头。配方在小满手里，想看便去问他。从前府里多一只茶杯你都嫌碍眼，如今药园、猫窝、晒药架样样都有，连药枕也护得这样紧，都有用。风寒已退，胃口睡眠都比从前好。有病便说。正在说，夫人晚半刻回来你便等，碰一下药枕你便护。相思病，中气。太医院很清闲，这病的药不在太医院，得找你司的那个人。再多说一句，明日便去北郊义诊。臣告退。玫瑰受潮，旧药料不能再用了。药气尚在。药气在，霉气也在，病人不能舍不得换药。连狸摸也不能碰。他会抓坏。那贺太医呢？他也会。你的手指怎么又僵了？低热没退干净？没有。方才我在廊下撞见贺太医，他说你还有一处病根没有告诉我。江大夫既会治，知道我在想谁吗？
我是大夫，又不是算命先生，你想谁得自己说。若我不说呢？那便只能按脉象治。你别着急，相思病虽少见，医书里总会有方子。夫人遇见疑难杂症也会查到半夜吗？病因不明，不能随便用药。可大人气色很好，饭量也比从前多，所以才奇怪。没有外邪，也不是脏腑实症，偏偏贺太医说他病得不轻。别乱采医书，会影响诊断。失眠、心绪不宁、脉象偏快，大半都对得上。先清心安神，喝几日再看。查出病因了，8、9不离10，每日2碗，连喝7日。不喝。为何？这药治不了病根。你一口没喝，怎么知道？病根不在心火。你看，脉又快了。方才还好好的，我一来便快。你的病是在固定时辰发作？不是时辰。那是什么？人。见所思之人则心悸。江大夫脸红了。屋里太热。今日没有点炭，别为了治我，先让自己受寒。两情相悦，则不药而解。先服药，再复诊，不苦？苦。那为什么不吃蜜饯？今日不需要。夫人不舒服？没有，只是药方还要再看。大人的病诊清楚了吗？你见到所思之人，心跳还会变快吗？会。看来清心汤药效不够，也可能是江大夫诊错了。陆相今日倒知道带夫人一道来了。他带我来是为了看着他吃饭。江大夫，改日去药堂，能否留个靠前的号牌？按病情和先后发牌，首府的朋友也不能插队。按江大夫的规矩，你也吃菜。好，今日倒多了几位复诊病人，药堂往后又要多备些常用药。江大夫走到哪里都不忘看病。不是大病，也不能一直拖。带你去，不是为了替药堂揽客，那是为什么？想让我的朋友认识你。他们今日已经认识了，还约好去药堂。你说的对。想看？想，不过灯会人多，你若有公务，便不必陪我。我带你去。不是为了让旁人相信我们感情好，只是带你看灯。那我要看最大的走马灯，还要尝街口的桂花糕。好，人多，别走散。放心，我认得回府的路。这里的白纸画成了当归，药性可差远了。姑娘好眼力，这盏送你。我有银子。我知道，这是送你的。这个安神，你更适合带。太甜伤胃，你只能替我吃这一次。下次呢？下次买1块，2个人分。你们究竟是来看灯，还是来给整条街看病？现在看灯。抓紧我。陆晨，别怕，很快变好。伤口别碰水，明日看看有没有发热。这是街尾肉铺的狗，老头子替你送回去。大人，要不要封住街口？不用，分头找。浅青衣裙，腰挂药袋，手里提着药葫芦灯。他不会乱走，若看见受伤的人，更不会立刻离开。陆晨，小狗已经交给老人了，我没有受伤。我找不到你。我在这里。我没有受伤。为何不让人来告诉我？人太多，我找不见你。可我知道你会沿原路回来，所以一直在灯下等。脉跳得这样快，是惊悸。这时候不用急着喝药，先让你看清，人已经找到了。现在知道了。人找着便好。走，去前头替他们挡一挡人。还能用。你方才那么害怕，是不是因为我3个月后也可能离开？是。那你为什么还让我慢慢想？害怕是我的事，不能因为我怕，便不许你回山，更不能拿首府府困住你。可你可以告诉我你会害怕，会等，也会因为找不到我连手都变凉。以后会说。你当初写的去留随我还算吗？算。
到何时都算。3个月还没到，我也不用现在就决定。阿桃，先搬凳给老人，抱孩子的往里坐，别挤着孩子。是。我想把药堂开大一点。今日吃过东西了吗？喝了半碗粥。先吃饭，再谈药堂。病人越来越多，老人天不亮便来排队，5时还领不到号牌。我想先租隔壁小铺，多放2张枕桌，再隔一间安静屋子，给发热的孩子和腿脚不便的老人候诊。银子够吗？省下药材损耗，再多看几个月诊，应当能攒出租金。先租一间，不必太大。还要添人，你只有2只手。暂时不用，我把常用药按方位分好，少走几步便能多看一个病人。药堂开大不是为了多赚银子，是想让病人少在门外挨冻。先吃完。谁让你们拆的？新东家吩咐，3间铺子都与小满药角打通。夫人，往后这4间铺子都归您用。3间？东侧2间做诊室和药库，后面1间改晒药院。图纸已按夫人的药堂习惯画好了。你是不是买铺子买上瘾了？没有。那为何我只说租1间，你便买了3间？恰好一起出售，单买1间，另外2间日后未必能买到。我昨日下午才告诉你，一夜便能谈好价钱，过完地契。首府府的人办事还算利落。3位掌柜还同时愿意卖，运气好。首府的运气果然比寻常人好。这里添一道矮门，孩子不会误闯药炉。这间留给你5间休息。我不需要。病人需要一个不会因疲累开错方的大夫。那便放张软榻，再放1只小药柜。那3间铺子，陆晨1个月前就在盯了。1个月前？那时你只是随口说隔壁后院日头好，晒药最合适。陆晨便让人把3间铺子的地段、采光和价钱全问清楚了。可他说是恰好一起卖，只是他出价高，3位掌柜便愿意一起卖。难怪工匠连晒药竹架的位置都量好了。图纸不是昨夜画的，木料也不是今晚才买的。你以为那些人为何天刚亮便能开工？我去找他。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？告诉你，你会收吗？不会，所以你更不该瞒着我。我买下铺子，不是要替你决定药堂开多大。你若不想用，铺子仍可以租出去；你若想用，他们便正好在那里。你不怕我收了铺子，最后还是回山？不怕，怕。但铺子是给你行医的，不是留下你的条件。太贵了，我还不起。不用还。那更不行。药堂是我的，账也该是我的。铺子我先用，银子慢慢还。你替人看病所得是你自己的，不必急着拿来还我。铺面款另计，你的旧伤、胃疾、失眠还有相思病也要另计诊金。要看多久？照你这样动不动熬夜，忙起来便忘记吃饭，可能要看一辈子。好。好什么？那便劳烦江大夫一直诊下去。银子当然要算清楚。要还很久。那便慢慢还。这是谢礼，不抵账。这个不抵账。明日把铺面图再给我1份，我要算清楚哪里能多放1排药柜。好。陆晨，你写的真好，以后病人隔着半条街也能认出来。喜欢？喜欢。若能刷1层防雨桐油，便能多挂几年。昨夜睡了多久？记不清了。陆大人认记者厉害，认药材还要再学。昨夜是谁把半张脸压在医案上？这新药堂真舒坦，自比陆晨贴的药签可靠。能不能先摸一摸李奴，再看诊？今日这位伙计做得很好。有工钱吗？晚上多给1粒蜜饯。你今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吗？有。那为何一直留在这里？在等夫人回家。可我还要清点药柜。我等。还要和今日账目。也等。你这样，倒像没有我便找不到回府的路。今日不想一个人回。江大夫，百草药会的回帖。百草堂门外准不准旁人摆桌子？门外是街面，自然管不着。那便好，我不妨碍你们做生意，你们也别妨碍病人看诊。夫人真要在这里守着？门里不让进，便在门外让他们看清楚。多谢江大夫。安宁想得真周到，棚子、凉茶、食盒全算到我头上，陆相不后悔。他不晒着就够了。我吃过许多止咳补肺的药，反而越治越重。平日住在哪里？
夜里咳得重还是白日重？近来可常吃参汤。守着药库住，入夜咳得重，每日喝参汤补身。问题不全在肺，药库背阴潮湿，你又日日进补，湿气困在脾胃，反而上逆犯肺。江大夫没去过我家药库，怎么知道？衣服、脉象和病程都会说。先搬出药库，停参汤，我开3日方，3日后复诊。这桩旧症，堂内10余位医者都未治好，你可敢担这个方子？敢。3日后若见好，百草堂便该认我的医术。若真有效，药会自然给江大夫一个说法。我要的不是说法，是会内价买常用药。搬出药库第2日便清了，停了参汤，昨夜一觉睡到天亮。几次病重日期却与留宿药库吻合，江大夫断得准，先前是老夫眼拙。病人好了便好，那我以后能按会内价买常用药了吗？你进药会只为买便宜药？不然呢？药堂里穷病人多，黄芪、白术、陈皮便宜1成，他们喝半月药便能省几斤米钱。百草药会以医术论高下，旧规不合时宜。今日起，江大夫可入堂义诊，也可按会内价采买常用药。多谢会长。江大夫，请。名贵参茸暂时不需要，先谈退热、寻常脾胃方里常用的药。若成色不好，我还是会退。江大夫的眼睛我们领教过。你怎么还没走？等你吃饭。下次进来等。百草堂里有椅子，不会影响我验药。好。棚子和凉茶也是你让人送的吧？你最近顺手做的事越来越多。江大夫若要记账，也可以算进诊金里。以后药材能便宜1成，病人便不用总问能不能少开2味了。我早知道你能进去。奖励你今日没有替我说话。明日我也去药堂。明日又不是复诊。小伙子哪里不舒服？心口。那可不能拖。江大夫医术好，就是他家那位首府大人看着吓人，你进去若碰见他，别害怕。多谢提醒。大人若是来接夫人，可以去里面等。今日来看诊。哪里不舒服？相思病复诊。你当真来看诊？哪里不舒服？心口不适，心跳平稳，脉象也没有郁结。什么时候不舒服？昨日夜里。疼了多久？是闷，是刺，还是发紧？见不到你时发紧，见到便好了。那是相思病旧症，不算急症。你排了半日队，便只为说这个？复诊应该领牌。可你如今脉象正常，所以江大夫不收。收。既然排了队，便把近日饮食、睡眠与旧伤一起查完。我看是今日太闲。今日正好想见江大夫。师傅，新到的白术和茯苓都验过了，您再看看成色。光线不好，站远些看。多谢陆大人提醒。这2块不能入柜，茯苓按大小分开，午后教你炮制。师傅，方才那位咳嗽病人的药为何不用杏仁？他咳声重，痰却不多，杏仁下得太早，反会伤胃。先用紫苏子、陈皮顺气，明日再看痰色。去听你师傅讲方。既然诊完没有大病，正好帮我把那些搬进库房。师傅，那是首府大人。我知道，他力气比你大，搬得快。让首府大人搬药箱？别怕，他只是脸冷，并不会吃人。你今日这名病人很有用，诊金可以免了。我本来也没付。那便记一次人情。今日几时回府？有时，若有急症，会让阿桃传话。我来接你。师傅，陈皮为何还要分年份存？年份不同，药性不同，入方时不能换用。陆大人，这些粗活我来便好。你去背药性。今日的已经背完了。再背一遍。小周年轻勤快，又肯学，小满收这个徒弟倒不错，再过几年便能独当一面。学医数年便想独当一面，太早。心口又不舒服？没有。肝脉又弦了，相思病未愈，还添了肝火。陆大人又添新症了。肝火旺，得清一清。喝完可有蜜饯？有。谁给？自然是我。最近可有人惹你？你为何总对他笑？小周刚学医，学会一味药，夸一句才有信心。我呢？你什么？我喝药也该算一件可夸的事。你今日药喝得很干净，很乖。还有吗？昨日帮我搬药箱也很好，没有仗着官大插队，更好。昨日承江大夫调方，夜里果然睡安稳了些。京中近日流行赠花，便折了一篮芍药来谢诊。这么好的花，全晒了。不晒会蔫，更浪费。芍药养血柔肝，正好给陆晨的清火方配一点。原来我的病还能配花治？不是配花，是配药。这个装药最好。大人挑了3日，怕华而不实，夫人用不上。这种成色，百草药会也未必常有。北境商队昨日进京，正好带了。又是正好。连狸奴会偷咬药草也记得。
他上回咬坏了半株薄荷，不喜欢。我只是在算这些药值多少银子。不必算。又要记进诊金里？可以。喜欢，比芍药好看，也比珠宝有用。怎么跳得这样快？相思病又中了？因为你抱我。抱一下便会心跳快？会。看来这种症状会同时发作。如何治？暂时不知道，先观察，不急着喝药。听江大夫安排。花只能看几日，药草能救人，还能种出更多。以后再替你寻。江大夫，周会长让人送第一批会内价常用药来了，请您验收。先别入柜，我验过再收。黄芪成色好，白术没有受潮，陈皮年份也对。师傅，这批药比从前便宜了1成多。江大夫，我今日只带了1半药钱，能不能少抓2位？不用少，照方抓，剩下的先记账。孩子的药不能少。多谢江大夫。账记在这儿，孩子的药按时喝。师傅，今日又赊出去3副药，还免了5份诊费。腿脚不便的老人，发热的孩子，先看病，账记清楚便好。可药堂也要开下去。我知道，所以账不能乱，谁赊了药，哪日来还，都写明白。药堂要救人，也得先站得住。师傅，您先别高兴，百草药会送来的药是便宜了，可咱们还是亏。今日赊了3副，又免了5份，若只看明账，早就入不敷出了。那为什么赊面还能平？这里每隔几日便有一表才叫价，数目刚好填平亏空。百草药会今日才送第一批药，前几日哪里来的折价？那是谁记的？能把账算得这么细的人，不像随手施舍。明日我去问清楚。这些药材折价是你补的？为什么瞒我？告诉你，你不会收。不收也要知道，药堂是我的，亏空也该明明白白算。我怕账本逼你改了看诊规矩，你若知道亏空太多，会少免诊金，也会不肯赊药。你照旧看病，缺口由我先垫，药堂有余钱再还，没有便先欠着。要写借据，以后账本上写首府府垫款，不许再写药材折价。好。还有，不能拿这笔钱逼我留下，也不能替我决定药堂怎么开。铺子、药材、银子都不是条件，诊金可否抵一点？诊金归诊金，借款归借款，不能混账。以后明着补。是明着借。好，明着借。拉钩。既然诊金归诊金，今日这笔可以先记。正好，你最近又等人又补账，想来也没睡好。这几笔改成首府府垫款，另列一栏，不许混进药材折价里。那药堂暂时不用点卖药柜了。柜子不用卖，账更要算清楚。能收的诊金照收，能缓的药钱写明日期，该免的仍旧免。若以后还亏呢？那便想别的办法。救人不能糊涂，开药堂也不能糊涂。师傅，3日后好像是陆大人的生辰。你确定？册子上连续3年都有这句备注，不会错。他从未提过。陆晨往年生辰怎么过？大人从不过生辰，府中只照常用饭，没人敢特意提。为什么？大人幼时在族中不受重视，后来独自入仕，更没人敢问这些私事。阿福记得，可大人不喜张扬。早些年阿福曾偷偷备过一碗寿面，大人只看了一眼便让人撤了。后来府里便更没人敢提。生病时要有人照料，生辰这样的日子也该有人记得。夫人，要不奴婢来？旁人做的是旁人的心意，这碗我要自己做。你不喜欢，还是不想过生辰？不是，只是没人这样等过我。那今日开始便有了。太咸了。没有，很好吃。一碗面就这样高兴，那以后每年我都给你做，明年面更细，兔子也缝得更好。小满，你说的以后，也包括3个月之后吗？3个月后的事我还没想清楚，但以后不是只有京城才有。若我回云岚山，也会记得你的生辰。好。这回2只耳朵一样高，满朝大人不会再偷看了。他们仍会看，因为是你做的。旧的药气淡了，可以换药。不用，收起来。面只吃了1碗，药囊药气也正常。
为何心跳一直快？与你用什么药无关。小满，在你心里，我除了药谱、药堂和一身病，还算什么？你是我每日都想见的人，也是我最上心的病人。等你真正想清楚。师傅，药堂送来一个高热腹泻的孩子，已经昏沉的厉害。我陪你。白日吃过什么？吃过烙姜和凉糕，夜里吐泻数次，水也喂不进去。小周抓药，阿桃烧温水，少量多次喂，不可急灌。湿衣服换掉，炭盆一进些。是。按你师傅写的来，慢些，不要错。针，少量多次喂，不可急灌。江大夫，我今夜仍要守着，若再吐泻，立刻叫我。你怎么一直没走？等你。你不懂医，留下也很无聊。我能添炭烧水，听见里面渐渐安静，便知道病人在好转。陪大夫守夜的人也得吃东西。谢谢你陪我。以后能来的时候，我都陪。那也不能总不睡。脉沉，手又凉，旧伤是不是疼了？无碍。慢些下。陆晨，阿福，快扶人回房，再请贺太医。是。小环，我在，药已经喝了，热也会退。小环，我在这里，没有走。他只是累得很了，今晚让他睡，明日便会好些。我知道，我再守一会儿。已经退热。我自己诊过才算。昨夜为什么不早说不舒服？你在救人。救人也不等于可以不管你。你若早告诉我，便不会在府门口倒下。以后会说。小满，我不只是你的病人，对不对？贺太医，若有个人总怕另一个人吃不好睡不好，受伤会疼，晚归会出事，算什么病？哪个病人让江大夫这样伤心？是我一个朋友。还有什么症状？那个人晚归他会等，他不吃饭不喝药他会生气，他受伤时他比自己受伤还怕，靠近了心跳会快，脸也会热。见不到呢？会惦记，是我朋友会。江大夫，普通病人你会担心，可你会给每个病人煮长寿面、缝兔子药囊，因为抱了一下便心跳失常吗？普通病人也要好好医治。这不叫病，叫喜欢。喜欢有什么脉象？用什么药？多久能好？没有药方，也未必需要好。原来这就是喜欢。师傅，您在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贺太医替我诊清了一桩旧病。师傅不饿，那为何留一块？有人也喜欢吃。今日按时喝药的奖励。我今日尚未喝晚药，那便提前奖励。贺安同你说了什么？诊清了一种病。小满，若有一日我旧伤养好，失眠痊愈，再不需要你日日诊脉，你还会不会留下？以后再告诉你。我不想只靠一身病留住你。旧伤、失眠和胃疾总会好，病好了，你便不再需要每日照看我。就算病好了，也要定期复诊。复诊1月1次便够。药谱、药堂和这些药材，能让你在京城有事可做，却不能替你决定留下。那些不是你送我的？是，可你收下，是因为他们能种药，能救人，不代表你欠我什么。我等你，不是因为药源，不是因为你能替我治病，是因为你是江小满。我喜欢陆晨，陆晨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不许告诉他。果然又失眠。再等明日。明日还没到，所以睡不着。你怎么还没睡？你睡不着，我陪你，这叫诊治界限。我守着，看你今晚能不能睡安稳。
答案想清楚了，还差一点。那便不说。你不急？急，但不会催你。你若想回云岚山，我可以送你回去。药堂仍是你的，何时想来都可以回来。你不跟我去看看吗？你愿意，我便去。我想等你，不是因为药源，不是因为药堂，也不是因为我是病人，我等的是你自己愿意留下。若你不做首辅呢？什么？也还是你。若病全好了，也还是你。睡着了吗？没有。你呢？也没有。你在旁边，心跳太响。要我离远些？不用，离远了我不好观察你的睡眠。你一夜没睡？你也没有。病人没睡着，是陪诊大夫失职。陪诊大夫自己也没睡，不能只罚一个。那今日一起补觉。陆晨，你是不是想亲我？昨夜你替我拢头发，停了很久。花朝宴回城时，你也离得很近。若只看我发热，不必靠得那样近。还有旁证。你现在的脉比平时快。贺太医说，喜欢一个人便会想靠近。花灯夜、生辰那日，还有昨夜，你都靠得很近。这些症状，应当就是想亲我。你平日什么都没发现，今日倒诊得清楚。所以是吗？是。有点紧张，但不是害怕。若试过不喜欢，便告诉你，不再是。好。亲一下，会不会影响睡眠？可能心跳更快，也可能更睡不着。持续多久？不知道。那似乎不利于养病。可两个人都喜欢，试一下应该也没关系。那便只亲一下，心跳太快便停。你闭上眼。不烫，只是心跳太快。要不今日先算了。不能算。既然决定是，不能因为紧张便不做。江大夫看诊一向如此坚持，疑难病症更要坚持。要点灯吗？你继续闭眼。若后悔，随时可以停。治疗结束了，没有疼，也没有不舒服，就是心跳太快，脸很热。还想再试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小满，你方才说两个人都喜欢。我喜欢你，不是大夫喜欢听话的病人，是我喜欢你。即便你病好了，不做首辅了，我还是会惦记你。我会想你有没有按时吃饭，夜里睡得好不好，也会想把糕点留一半给你。我比自己生病还害怕。贺太医说，这些都叫喜欢。我也喜欢你，很早之前便喜欢，只是那时不敢说，怕你把我当成病人，也怕你以为我想留住你。多早？早到我自己也说不清，怕你回山会等你回家，看见旁人靠近你会不高兴。我也喜欢你，很早之前便喜欢，只是那时不敢说，怕你把我当成病人，也怕你以为我想留住你。多早？早到我自己也说不清，怕你回山会等你回家，看见旁人靠近你会不高兴。那药堂里那个年轻伤患呢？吃醋。宋小舟喊我师傅时呢？也是。那以前的清火汤还要喝吗？不用。难怪一直没治好。病人先吃。你也一夜没睡，先调理。那个吻算不算治疗？若算治疗，我恐怕会常来求诊。病不能乱装。那便不算病。我还是想回云岚山看看，祖母交给我的药田需要收整，村里人也许久没复诊。要去多久？先去10日左右。药堂这边我会安排妥当，也会按时写信给你。好。我不是要反悔，也不是不喜欢你，我只是想回原来的生活住几日，收整药田，再看看村里那些病人。你可以不高兴，不必为了守信用什么都说好。我确实不高兴，也舍不得，可这些都不是拦住你的理由。答应过你，去留随你，喜欢你，也不能因此将你困在京城。回山以后，喜欢也不会变，你也不许因为我离开几日便反悔。每日写信可以吗？可以，但你不能只写安好2个字，要写有没有吃饭，睡了多久，旧伤疼不疼。你也要写，今日做了什么，有没有想我。前面的可以写，最后一项看情况。我送你出城。好，等我在山里安顿好，再写信告诉你什么时候能来看药田。到3个月那日，我会亲口告诉你，我想把归处放在哪里。好，
我等你。这次回山不是为了离开你，是为了想清楚我的归处该怎么放。